外包装很普通，但配置却很高，就是这款思洛 SL3000路由器。它的内存是1GB， 闪存128G。我拿它刷机，直接给系统分了2G 的空间，再也不用担心软件没地方装了。我们先看看它的外观，传统的白色造型，顶部和侧面有大量的散热开口，后面有4个千兆网口、Reset 按钮和 WPS 按钮。底部标签上可以看到它的默认管理地址是 192.168.211.1。它的外观设计风格与红米 AX3000路由器差不多，外壳几乎全镂空，散热不用担心。打开上盖可以看到它的散热片还行，不过它的屏蔽罩只覆盖了处理器部分，它的无线射频芯片上只覆盖了一层贴纸，这个贴纸可能有吸波作用。芯片方面就是最常见的 Filogic 820方案，但是内存用了1G 的 DDR4 颗粒，存储用了海康威视的 128G eMMC 颗粒，背面还有一颗32兆的 SPR 闪存。这种大内存的搭配在 PCDN 路由器上非常常见。我们没必要吹它，内存并不是越大越好，但是价格差不多的情况下，选择更大的内存还是很值的。另外，我们仔细观察主板左下角，这个天线座根本就没有连接到射频芯片，说明这个路由器的其中一根天线是假的。它实际上也是5天线路由器。实测信号与其他 798AB 芯片差不多，信号比 RX3000M 好一些，在 BC 2点上传速度弱于小米 AX3000T。它的原厂系统比较坑，有盗用宽带风险，我们直接刷机。我的硬件版本是 V1.0， 注意内存占用 9%， 如果差别比较大，很可能硬件变了。接下来点管理、备份与升级、上传配置文件，选择 WR8103 配置文件。上传后等2分钟左右，它的 SSH 就打开了。我们使用 Mobile Extern 软件连接，点击左上角的 Session 图标，再点击 SSH， 输入 IP 地址 192.168.211.1， 点 OK， 输入 ROOT， 这样就连上了。点击左侧向上的箭头，再点击 TMP 文件夹，将 U-boot 文件拖进去，然后复制粘贴命令刷入，再校验一下，看看是否与我的值相同。接下来设置网卡固定 IP 192.168.1.22， 子网掩码3955，然后确定。之后断开路由器的电源，按住 WPS 按钮接通电源，6秒后松开按钮，然后在电脑上浏览器输入 192.168.1.1 即可进入 U-boot 后台。我们需要先给 eMMC 刷入分区，点击上方的 GPT Update， 选择分区文件上传，等待几十秒后重新刷新页面，进入 Firmware Update， 选择合适的固件刷入。因为存储空间很大，我把 Docker 也塞进固件了。这个机器的存储空间可以放肆的用。等待2分钟左右，我们打开 192.168.6.1 就可以进入新系统的后台了。我们先看一下状态，内存1G， 我的直接识别了所有的分区，下面有一个100多 G 的分区。如果你的最后一个分区不显示，可能需要格式化一下。点击系统、磁盘管理、编辑，格式化最后一个分区为 ext4， 之后去挂载点挂载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个系统集成了 iStore 插件，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安装软件。比如我装了个内网测速的软件 Homebox， 点击即可安装，然后打开就可以用了。之后就可以用手机连接它的 WiFi 测试各个点位的速度了。但是受限于处理器的性能，它的上行测速跑不满。这个测速软件是纯 CPU 运算的，所以对 CPU 的要求会更高一些。如果是 MT7986 芯片肯定是没问题的。最后总结，思洛 SL3000 路由器采用联发科 MT7981 芯片， 1G 大内存和 128G 存储，散热设计非常好，刷机流程不算太难，适合喜欢刷机的玩家。它的货源可能不太稳定，价格波动比较大，刚出的时候是99元，后来涨到150了。我觉得目前的价格依然有性价比。如果你需要刷机使用，买大品牌的产品基本上只能买到256兆内存的路由器。如果你不刷机就想直接用，那么小米 AX3000T 或者锐捷雪豹更好一些。